我死后成了一个白富美攻略系统，职责是帮助宿主攻略白富美，并在完成攻略后予以宿主相应的奖励。而我现在的宿主正是杀害我的凶手，丈夫沈浩宇。沈浩宇亲手将我杀死后，把我的尸体弃进了墙里，而我死后竟被迫成为了他的系统，一步步送他走上所谓的人生巅峰，帮他实现心愿。他以为我只是个冰冷没有感情的机器，却殊不知我就是被他亲手杀害的妻子。既然老天让我死后成了他的系统，那么欺我杀我之仇就等着被我报复回来吧。成为沈浩宇系统的第2年，他和苏晴在我们的婚床上调情，眼看沈浩宇箭在弦上，我缓缓出声：恭喜宿主成功攻略白富美苏晴，5万元奖励已送达。我从墙里飘出来，冷眼看着在崭新婚床上打滚的2个人。即便他已经听过很多次系统提示，这个特殊的时间点还是把他吓得不轻。苏晴潮红着脸问他怎么了，比起身下的美人，沈浩宇显然更爱钱。他压住心头的激动，亲了亲苏晴，装出忍耐的样子说：宝贝，我会把最美好的一夜留到新婚夜的。苏晴柔声说：你真好，我好幸运能帮婉婉照顾你的后半生。沈浩宇抬头揉了揉他的头，眼都不眨的下床冲进浴室，我被迫跟在他身后飘过去。作为系统，他在家的时候，我离不开他太远，以至于避不开这些恶心的画面。他正在查账户余额，我瞥了一眼，从我成为他的系统后，那原本可怜巴巴的数字早就变得颇为可观。确认钱到账，他转身拐进浴室一个秘密隔间。这新房是我画的设计图，我却从不知道还有这个地方。他从墙上打开小窗，隔着玻璃痴迷地亲吻我泡在福尔马林里已经开始腐烂的脸。第一次看到这恶心的场景时，我红着眼睛扑上去想撕烂他，却只能穿过他的身体。现在我已经能平静地看着了，毕竟我这个系统职责就是送他登上高峰，再实现他的愿望。外面传来苏晴叫他的声音，他深呼吸好几下才冷静下来，回到床上抱住他。苏晴仰着头，幸福地问：浩宇，你真的忘记婉婉，决定和我结婚了吗？沈浩宇说：苏晴，我会帮婉婉照顾好你的，她留下的钱我会用来打理我们的新家。真够不要脸的。我默默飘到他耳边说：请宿主继续完成任务见家长，任务奖励10万元。沈浩宇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沈浩宇家里很穷，小时候父母离异，一路打工长大，钱对他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有钱没喜欢的人他能过，没钱有喜欢的人他过不了。而我结婚前是个存款丰厚的小富婆，我死了财产全归他。上天好像格外偏爱他，觉得这些还不够，他本就是个自命不凡的系统流小说迷，居然还让被他亲手杀死弃进墙里的我成了助他成功的系统。人生哪来这么爽的事？金钱的力量很强大。没过几天，沈浩宇就带着张翠兰约了苏晴的父母。张翠兰估计不知道我的尸体就在这房子里，不然以他讨厌我的劲头，怎么会一进来就笑得眼睛都没了？只夸儿子有本事。他说：真不愧是我儿子，甩掉那个贱人，还能找到这么个有钱人，多亏了妈帮你，记得这个月多给我点。不知道这话戳中了沈浩宇什么，他脸色一下阴沉下来，呵斥道：妈，不该说的别再说了。张翠兰被吼得脸色不悦，却还是笑着抬手佯装扇自己耳光，说：乔妈这嘴巴。可我怎么会让她只是佯装？我还记得新婚敬茶时，她不小心倒在我身上的那壶热茶，我帮她扇了自己一个响亮的巴掌，然后被一道无形的结界猛地弹飞。张翠兰尖叫起来：有鬼啊！浩宇，是不是他回来了？沈浩宇低声呵斥他别发疯。我停在不远处，死死盯着他脖子上的坠子，就是这东西，形成结界把我和他隔开。沈浩宇下楼去接苏晴和他父母，张翠兰紧紧抓着玉坠，警惕地打量四周，可惜她眼睛太小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苏晴一脸害羞地打招呼：阿姨你好，我是苏晴，是浩宇现在的女朋友。她顿了顿，又说：我和婉婉是好闺蜜，我会替她好好照顾你的。张翠兰的脸一下僵住，在沈浩宇几次眼神示意后，才勉强挤出话来：我一看到苏晴，就觉得你该是我们家的好儿媳。她当初见我时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能嫁给我儿子是你天大的福气。可不是天大的福气吗？我低笑，钱没了，命也没了。苏晴的父亲于叔叔突然抬头，一脸决然地说：浩宇，你们这婚事我不答应。他说：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婉婉当另一个女儿，你是她的丈夫。听到我的名字，张翠兰脸色一变，下意识握紧玉坠，张嘴就想骂，被沈浩宇及时按住。沈浩宇说：叔叔，婉婉是我的妻子，她走的时候我比谁都痛苦，还好有苏晴，我才能走出那段阴暗的时光。她是我生命里的第2道光。他跟我表白时说我是他生命里的第1道光，逻辑倒挺严谨，说了很久。他们还对着我的遗像鞠了躬，我吹了阵风，把照片吹歪。于叔叔和于阿姨还是不赞同，却架不住苏晴的坚持。再加上沈浩宇把张翠兰拉到厕所哄了好久，出来时，张翠兰颤巍巍地把脖子上那枚看着就很值钱的玉坠递给了苏晴。她是不舍得，更是害怕。苏晴眨着眼睛用力抽走玉坠，甜甜地说：谢谢阿姨。我挑眉，手指轻晃，先给张翠兰送了份大礼，再飘到沈浩宇耳边宣布：恭喜宿主完成任务3，
奖励已送达，请查收，请宿主继续完成任务4，新婚之夜。沈浩宇，我马上要送您娶白富美了，开心吗？夜半，张翠兰顶着大大的黑眼圈，咬牙切齿的来给我上香。她说，林婉，你死的虽然惨，但也是为了你最爱的浩宇，别再来找我了。没了护身符，在这被我怨气浸染的屋子里，他别想有安生日子。一入睡，他就会梦到我，有时是我扇他巴掌，有时是我割他的肉，他只当是梦，完全没注意到自己肿得老高的脸。我嗤笑一声，挥挥手把香灭了，他吓得浑身一颤，瘫坐在地，嘴里不停喊着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又说，都怪你不安分，不然我也不会故意让我儿子戴绿帽子。过了一会，他像是想起我是谁，不知哪来的勇气冲过来吼，你个贱人，勾搭我儿子还不安分，害得他手上沾上人命。我怔了一秒，终于想起来自己是怎么死的了，转身捞起我的黑白照，狠狠砸了下去。同学聚会结束那天，我多喝了几杯，好心的班长要把我们几个醉了的女生挨个送回家。我本来推脱了，给沈浩宇打电话他没接，同学们又催得紧，我发了消息后就上了班长的车。我家最远，下车时脚软，班长扶了我一把，抬头就看见站在花丛旁的沈浩宇，一双漆黑的眼睛死死盯着我。我当时就解释了，可回家的路上，他一直问我曾经喜欢的是不是班长，现在是不是还喜欢。我一遍遍地说不是，他却像耳朵被堵住了，只听自己愿意听的。回家后又听到张翠兰冷嘲热讽说他被戴了绿帽子，他一言不发地进了屋。我的耐心早就被他的反复质问磨没了。我们冷战了1周，那段时间我忙着验收新房，也没太在意。沈浩宇主动找我是在1周后，我难得去健身房锻炼，他发消息说要来接我，我很高兴。可那天健身房的男教练教我跳健美操，纠正动作时被沈浩宇看见了，他笑着帮我擦汗，然后坐在椅子上一直盯着我。路过的人都夸我有个好丈夫，贴心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沈浩宇曾经真的很好，记得我的所有爱好和生理期，我们甚至没吵过架。那天我眼皮一直跳，回家路上还跟他吐槽，他贴心的帮我买了眼药水，我勾着他的手，心里美滋滋的。回家后，他让我坐好，要给我滴眼药水，然后他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，声音响亮，震得我脑袋嗡嗡的，好半天听不见别的声音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又重重地踢向我被教练碰过的地方，一下接着一下。我对上他布满寒意的眼睛，怎么也想不通，前一秒还温柔哄我的人，下一秒会对我大打出手。他冷着脸弯腰揪住我的头发，我扳住他的手，勉强喘了口气。还好我平时健身，还有点反抗的力气，可我的反抗像是狠狠抽了他的自尊心。他打开门，把在门外偷听的张翠兰放进来，两个人一起压住我打，甚至活生生折断了我的脚腕、额头、手上、肚子上全是伤口，脖子上还有青紫的指痕，我痛得晕了过去。最后他们把我拖到水池里，说要给我好好洗洗。沈浩宇按住我的头，张翠兰按住我的身子，漫长的痛苦过后，我彻底陷入昏迷。他们以为我死了，张翠兰骂骂咧咧，一会说我不经打，一会又哭着说儿子怎么办，我们杀人了，不能被发现。沈浩宇坐在椅子上，一根接一根的抽烟，许久后说，妈，我不能就这样被毁了，只要没人发现是我杀的，林婉的钱就都是我的了。张翠兰很下心，两个人伪造了我抑郁自杀的样子，割开我的手腕泡在水里。我被痛醒，迷迷糊糊地对上沈浩宇冷漠的眼睛，他垂下眸，像没看见我一样，关上了门。我听到锁门的声音，看着自己的血染红浴缸，听着水滴声，在漫长的痛苦中死去。那种痛，就算成了灵魂，也像刻在骨子里。我恨沈浩宇。张翠兰以为万事大吉，拿着我的钱肆意潇洒，每天吃好喝好，越来越胖。可他根本不知道，他的好儿子已经不正常了。沈浩宇变态了，他根本没把我下葬，只给我匆忙从国外赶回来的父母送了一副空棺材。苏晴那天在我的坟墓前站了很久，直到沈浩宇离开，才低着头转身。而我亲眼看着沈浩宇把我封进墙里，最后还在我腥臭的脸上亲了一口，看着我苍白的脸，眼里满是心疼。他贴在我耳边说，婉婉别怕，我是爱你的，说了一遍又一遍。我恶心的想吐，却什么也吐不出来。我真的恨透了他，可我伤害不了他，还得做他的系统，帮他走上人生巅峰。我死后，沈浩宇过得顺风顺水，业绩突出被老板夸赞，是我帮的；投资大赚，是我帮的；获得嘉奖加薪，是我帮的；银行卡余额飞速增长，也是我帮的。只有一件事不是我帮的，苏晴喜欢上了他。苏晴说，我和她不愧是最好的闺蜜，喜欢的人品味都一样。我只想说，谢谢提醒，原来我的品味差到这种地步。他们能在一起，倒是我顺水推舟的结果。有天我做了个很长的梦，梦里有人抱着我说别害怕，可睁开眼，只有沈浩宇令人厌恶的嘴脸。
他正深情地望着我的尸体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本该精神的是沈浩宇，可惜真正精神的是我，笑得眼角都泛了泪。苏晴搬进来那天，张翠兰突然癫狂地冲出来抢玉坠，差点把苏晴勒死，还好沈浩宇反应快。张翠兰嘶吼着：“我的玉坠，你还给我！”被我折磨了几天的她，神情癫狂，面色惨白，双手死死拽着玉坠。苏晴在推搡中没站稳，一阵风吹过，玉坠掉在地上，砰的一声四分五裂。是块好玉佛，我如实评价。张翠兰跌坐在地，我像她当初按住我那样，把她的头往水里按。当然，这只是她的幻觉。她惊恐地看着我，满是褶子的脸上写满恐惧。我死得那么惨，还不能有点怨气？我掐住她后颈的皮，就像她当初掐我一样，疼得她死去活来。现实里，她只是像疯了一样乱挣扎。我好心又给她的脸补了2巴掌，让她气色看起来好点。苏晴提议把人送医院，沈浩宇沉默了很久，才开车把张翠兰送了过去。我很高兴，听说她被吓得精神失常，经常胡言乱语。沈浩宇怕她说出不该说的话，把她送回老家，托人专门看着，说是看着，不如说是监视。我坐在飘窗上晃着脚，哼着歌欣赏面前的绿植，阳光正好，快快长吧。支线任务：强身健体，任务奖励50万元。苏晴搬进来半个月后，我伸着懒腰发布了任务。沈浩宇不爱锻炼，长得白白胖胖，结婚后被我的好厨艺养出了一圈明显的肥肉。可苏晴最喜欢腹肌猛男，作为好闺蜜，我当然要满足她，也算是为了沈浩宇的健康着想。提到健身房，沈浩宇的嘴抿得紧紧的，但50万元摆在面前，我不信他能抵住诱惑。再加上苏晴总闷闷不乐地盯着他的肚子，他终于妥协了。每天深情款款地出门，冷着脸在健身房待着，回家后先痴痴地看我一眼，再出去抱着打理盆栽的苏晴，眼神温柔的像在看稀世珍宝。那些老演员都没他慧眼，看久了我也觉得没劲。宣布道：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，奖励已送达，请查收。不知道是不是练出了腹肌，苏晴心情很好，窗边的绿植被他照顾得生机勃勃，一眼看上去就很动人。支线任务2：投资 X 股票，任务奖励50万元。沈浩宇一听就马不停蹄地去买，可惜还是晚了一步，没买到，这意味着他失去了50万元。他心情一直不好，有天半夜，他拖着个行李箱，神色不安地从外面进来。我闻到浓郁的血腥味，他隔着玻璃贴在我的脸上，像个做了坏事祈求原谅的孩子，说：婉婉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。我看着他打开行李箱，里面全是流浪猫的尸体，被砍得不成样子。安慰他，我巴不得把它撕碎。他把猫咪泡在小瓶子里藏在角落，然后出去应付苏晴。我定定地望着围着我撒娇的小猫魂魄。门外传来苏晴说要带沈浩宇见朋友的声音。这里漆黑一片，宛如深渊，吞噬了所有美好，腐烂不堪。那天他们回来后，沈浩宇很高兴，亲了苏晴好几口。我适时开口：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，任务奖励50万元。寂静的房间里，沈浩宇大声地质问电话那头的人：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不知道对面说了什么，他啪地把电话砸在地上。我勾了勾嘴角，无视他的呼喊。他在问我，问系统为什么说股票万无一失，他却没赚到钱。股票确实万无一失，可谁让他舍不得那50万奖励，一听别人说有渠道，就花钱托人帮忙买。那人能说会道，哄得他投了不少钱，最后甚至动了公款的心思。他以为赚到的收益能很快补上，却没想到栽了。苏晴泪蒙蒙地看着他，说：浩宇，他不是我的朋友啊，你怎么认识他的？我看见沈浩宇深呼吸好几次，才压住怒火，挤出难看的笑容说：意外，不好意思苏晴，我错怪你了。苏晴说：没关系，你有困难一定要和我说，谢谢你。我等着他把公款还回去，看着他跟老板低头道歉了很久，皱着眉冲出办公室时，才慢悠悠地开口：宿主任务未完成，扣除奖励50万元。沈浩宇眼睛瞪得死死的，拳头上青筋暴起，嘴里不停念着：我不能失败，我不能失败，我要实现我的愿望。我笑得很大声，人生哪来这么爽的事？沈浩宇出名了，他向苏晴求婚的视频在网上被转发了10几万次，评论里全是羡慕的声音，好浪漫，我也好想有这样的男朋友，一定要99啊。他需要任务奖励的钱来补上挪用公款的窟窿。被送回老家的张翠兰最近一直在买些神神叨叨的东西，花了不少钱。苏晴本来答应帮他，可他的卡被于叔叔冻结了，沈浩宇只能加快求婚结婚的进度，办了场盛大的求婚给于叔叔看。婚礼定在5天后，我的新房即将迎来新的女主人。我坐在供桌上，看着苏晴擦拭我的黑白照，沈浩宇抱住她，说婉婉会祝福我们的。苏晴悠悠地说：我会替婉婉照顾好你的。他的视线落在我的照片上，目光里满是眷恋。我望着相拥的他们，摸了摸干涸的眼角。婚礼现场，苏晴穿着婚纱走进来，牵起沈浩宇的手，交换戒指，敬酒。我全程没眨眼，
静静地看完了一切，心里异常平静。等了这么久，这一刻终于来了。他们进新房时，我趴在沈浩宇耳边说：“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奖励已送达，请查收。恭喜宿主完成所有任务，所有奖励已下达。1000万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数字。”他装作闹肚子，锁好厕所门就冲进了秘密隔间，没注意到身后的门又响了一声。1000万的卡就放在保险柜上。沈浩宇兴奋极了，他现在有钱有腹肌，只差最后一样东西了。他争分夺秒地拿起工具，敲碎隔开我和他的玻璃，腥臭的水从墙里漏出来。我浑身一轻，终于能顺畅地呼吸了。死前死在水里，死后泡在水里，这份滋味我记了2年。我掀起眼眸，看着沈浩宇奋力挖墙的样子，指甲狠狠掐进掌心，却没有半分痛意。轰隆一声，我从墙里摔出来，跌进他的怀里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他欣喜若狂，眼里含着泪，痴痴地说：“老婆，我们又在一起了，你还是这么迷人。”我只觉得无比恶心，要是我还有实体，他早就被我碎尸万段了。老婆，我把你复活了，这次我们要好好在一起。他打开门，却对上苏晴瞪圆的杏眼。你……我感觉到沈浩宇抱着我的手猛地收紧。苏晴看看我，又看看他，尖叫声打破了浴室的寂静。浩宇，婉婉，不对，你为什么会抱着婉婉？还有……他的脸怎么这么惨白，身上还有这么多伤，他不是自杀死的吗？我在苏晴惊恐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，满身伤痕，脸色惨白，头发脱落，好丑啊！沈浩宇沉着脸，缓缓勾起笑容，把我放在浴缸里，一步步朝苏晴走近，说：“苏晴，我说过你要乖乖的。”苏晴吓得走不动路，颤抖着说：“浩宇，婉婉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们看着她下葬的，她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说话啊！你这样我好害怕啊！你别过来！”他突然掏出马桶揣子朝沈浩宇砸过去。沈浩宇健身这么久不是白练的，一把摁住反抗的他，双手掐上了他的脖子。既然秘密被发现了，就要好好保管秘密。苏晴朝着我的方向伸出手，眼里满是期待，就像我当初希望有人来救我一样。我叹了口气，开口道：“沈浩宇，松手，你要掐死我了。”我抵着他的手，艰难地从嗓子里挤出这句话。沈浩宇一惊：“怎么会是你？苏晴呢？”我捂着脖子冷笑：“哪来的什么苏晴？沈浩宇，杀了我一次不够，还要再来一次吗？婉婉，我不是故意打死你的，我太爱你了，我不能容忍别的男人碰到你。”他捧着我的脸，动作轻柔的像在碰易碎品，眼里满是关怀，语气宠溺。我想起我们刚谈恋爱时，他也是这样的语气和眼神。我曾经以为自己遇到了世界上最好的人，他对我无微不至，贴心至极，把我杀死，封在墙里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爱。面对我的质问，沈浩宇有些难过：“这样你就能安安静静待在我身边，我怕你寂寞，每天都来看你。”他掐住我的后颈，凑过来想亲我，温热的气息扑在我冰冷的皮肤上，像极了他当年处理我尸体时的温度。我捂着嘴笑起来，抬起他的下巴，狠狠抽了他一个巴掌。阿宇，我也希望你能静静地待在我身边。你现在除了我的尸体，什么也没有了，什么也没有了。我的语气极其温柔。婉婉，我有你，还有钱，我们可以幸福美满地生活。啪！沈浩宇被我打懵了，眼里闪过一丝不爽，抬手想抓我，刚抬起就无力地落下。不要害怕，他惊恐地看着我，浑身使不出一点力气。我大笑着，用力扇着他的脸，把他的头按进水里，快窒息时又松开，给了他一丝喘气的余地。我的指尖从他瞪大的眼睛上拂过，他脸上除了惊恐，满是不甘，像条藏在角落的毒蛇，随时准备反击。我笑着，眼眶却发酸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按着他的头砸向浴缸。砰！沈浩宇痛得尖叫起来，这算什么？连他当初折断我脚腕的痛都比不上。我任由他叫，这房子的隔音材料很好，他叫得越大声，我越开心。浴缸碎了，尖锐的碎片划伤了他。突然，我被人用力往后一拖，沈浩宇又火了。新婚之夜，新娘抱着一具腐臭的尸体，满身是伤的从新房里哭着跑出来，后面跟着举着尖锐碎片，浑身是伤，面目狰狞的新郎。有人报了警，警察把两人送去医院，我的尸体被带回警局尸检，结果出来的很快，本该在2年前下葬的我，终于能真正入土为安了。我的父母从国外匆匆赶回来，看着我的尸体，泪流满面，半天说不出话。我伸手拍了拍他们的后背，想安抚他们，可他们根本感觉不到。仅仅1个晚上，他们像是老了好几岁。他们找到住院的苏晴，问清了当晚的情况后，毅然决然地把沈浩宇母子告上法庭。我死的时候，只有沈浩宇和张翠兰在场。张翠兰精神失常，说的话不能当证据，没人能证明我是怎么死的。网上开始出现各种言论，有人说沈浩宇太爱我了，死后还挖我的坟，把我带回家每天看着。有人说他真的好爱他，还有人说有夫之妇去健身，不知道洁身自好，找男教练就是活该。我懒得理会这些人的胡言乱语，静静地
地飘在半空，对上沈浩宇猩红的眼睛，缓缓露出微笑，用口型对他说：“沈浩宇，你会输的。”他突然挣开警察，猩红着眼睛大吼：“婉婉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，我是最爱你的。”他的深情人设彻底立住了。可沈浩宇，我会赢的。法庭上一片寂静，我的父母颓败地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抱着头。沈浩宇得意地站在那里，用我帮他赚来的钱，请了个厉害的律师，反驳了我们这边所有的疑点，胜券在握。人生哪来这么爽的事？我贴在他耳边吹了口气，看着他竖起的汗毛，说：“恭喜宿主完成任务5，打赢法庭，奖励已下达。”沈浩宇突然意识到什么，踉跄着往前跌了一步，捂住头，面色扭曲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看着明钞从他的衣服里、口袋里源源不断地洒出来，落了一地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，不可能。他疯狂地摸自己的口袋，想找手机，可摸到的全是明钞。有人把他按在椅子上，亮着的手机屏幕摆在他眼前，余额200元，那是我们刚遇见时他银行卡里的数字。浩宇，你的账户怎么只有这么点钱啊？苏晴抱着家里的那盆绿植，笑弯了眼睛问他。沈浩宇嘶吼起来，苏晴却没理他，只是盯着我所在的方向看了很久，低头时眼角有泪滑落。他举起手，法官，我有证据。我父母的眼里瞬间亮起希冀的光。我转过头，任由大风将我的魂魄吹散。苏晴说，我要证明沈浩宇有精神病，并且有严重的暴力倾向。他浴室后面藏着大量猫咪的尸体，有监控拍到是他做的。我们结婚当晚，他也对我实施了暴力，把我打伤。他放出视频，视频里沈浩宇暴气打我，然后开始用头撞浴缸，十足的疯子模样。沈浩宇涕泗横流，扭着脸朝我的方向，眼里满是哀求。我用最后一点力气贴在他耳边说，恭喜宿主完成我的心愿。沈浩宇被送进了精神病院，那里可比监狱痛苦多了。伴随着盆栽落在地上清脆的声响，我彻底消失在空气里。我的闺蜜真傻，她自己本来就有钱，还烧了那么多纸钱给我。谢谢她的钱，让我能这么痛快地为我的宿主服务。我勉强承认，这一次她比我聪明。仅仅从沈浩宇异样的表情里，就察觉到我的死有问题。他偷偷调查了很久，还托大师想在梦里见到我，可我才不会见他。我和沈浩宇的恩怨要我自己解决。不过我承认早了，这傻子居然自作主张的成了沈浩宇的女朋友，还带来2盆奇怪的盆栽。但不得不说，效果很好。沈浩宇和张翠兰都疯得很快，他甚至不知道我的计划是什么，却全程配合我，摔碎玉坠，找人掏空沈浩宇的钱包，还有新婚夜的那场戏，让沈浩宇进监狱，太便宜他了。我叫苏晴。沈浩宇进了精神病院后，我恢复了我的本职工作，我是这所精神病院的看护，专门负责他。我悉心照顾他，没了绿植的影响，他的神智慢慢恢复。当初我花了好大力气才找到那2盆有特殊功效的绿植，吸久了会让人慢慢发疯，产生幻觉，一旦停止接触，神智就会逐渐恢复。精神病院里最不缺的就是精神病人，当你也是病人时，或许能和他们融洽相处，但如果你的神智恢复了，却还是不能出院，要和一群疯子待在一起，会是什么滋味？我站在树荫下，看着沈浩宇被其他病人按在地上打的样子，拍了张照，洗出来放在他病房的正中间，让他时刻欣赏自己的狼狈。我对他多好啊！精神病人的折磨让他苦不堪言，久而久之，沈浩宇的神智彻底恢复正常。他主动找到警察，承认了自己杀死林婉的罪行，祈求警察把他带走。我乐见其成。办完交接手续，在他要离开的前一晚，我找到了他，要送他一份大礼。他不愿意跟我走，我花重金请来的保镖可不是吃素的。沈浩宇被我带到了精神病院的最高层，我打开门，沈浩宇跌坐在地。我踢了他一脚，让他挪出走路的地方，笑着说，婉婉，你看真人版的是不是比照片好玩？你不怕把他吓傻？林婉的声音传来，带着一丝笑意。傻了也没关系，我还能继续让他住在这里呀。我嘟着嘴趴在轮椅扶手上，林婉伸出手点了点我的下巴，无奈地说，你啊，不可能。林婉她不是死了吗？沈浩宇脸色灰败，眼里满是难以置信。真可惜，我活得好好的。我笑着回应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他疯狂地嘶吼。林婉似乎有些累了，我抱住他，挥挥手示意保镖把人带回去，补充道，他的精神检查还是不正常，明天不能出院。沈浩宇的脚步顿了一下，被保镖用力扯了出去。我靠在林婉温暖的怀里，无数次庆幸那天接到匿名电话后，我及时赶了过去，救下了奄奄一息的他。一切都结束了。沈浩宇被拖回病房后，整夜未眠，月光透过铁窗照在他脸上，曾经自命不凡的面容如今只剩下扭曲的惊恐。他抱着头蜷缩在角落，口中喃喃自语，系
系统你在吗？没有任何回应。精神病院的夜晚从不真正安静，走廊里传来脚步声、笑声、哭泣声，还有护工低低的交谈声。沈浩宇突然想起林婉成为他系统的这2年里，他从未在深夜听到过这些声音，不是不存在，而是他从未注意过，所以都是假的。他盯着自己颤抖的双手，钱是假的，系统是假的，连苏晴的爱也是假的，可墙是真的。他亲手把林婉砌进去的那面墙是真的，那些从他衣服里飘出来的明钞是真的，还有此刻他身处的这个地方也是真的。黎明时分，病房门被轻轻推开，苏晴推着轮椅进来，林婉坐在上面，腿上盖着毛毯，她的脸色依然苍白，但眼神明亮，与沈浩宇记忆中那个温顺的妻子判若两人。早餐时间到了，苏晴轻声说，将餐盘放在床头柜上。沈浩宇猛地抬头，眼中闪过一丝疯狂，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杀了我啊？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？林婉静静地看着他，良久才开口，死亡太便宜你了，沈浩宇，你教会我这个道理，我那么爱你。他嘶吼道，我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。哎，林婉轻轻笑了，那笑声里没有温度，把我活活打死，封在墙里，每天对着腐烂的尸体说我爱你。沈浩宇，你这不叫爱，这叫占有，叫病态。苏晴推着轮椅靠近，林婉伸手轻轻抚过沈浩宇满是胡茬的脸颊，他本能的颤抖。你知道吗？林婉声音轻柔，这2年里，我每天都在想，为什么是你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会爱上你这样的人？沈浩宇盯着他，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，恐惧、愤怒，还有一丝残留的痴迷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林婉继续说，错不在我，而在你。你从不爱任何人，你只爱自己。你需要的不是一个妻子，而是一个所有物，一件可以证明你价值的装饰品。不是的，沈浩宇想反驳，但话到嘴边却说不下去。我父母的葬礼上，你表现得悲痛欲绝。林婉的指尖停在他的下巴上，他们还没真正去世，你就已经惦记着遗产了吧？沈浩宇瞳孔猛缩，你猜对了。林婉微笑，苏晴找到我的那天，我第一件事就是联系父母，让他们配合演戏。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不需要他回答，因为我需要时间，需要时间收集证据，需要时间让你彻底疯狂，需要时间让你体验到从云端跌入地狱的滋味。苏晴接话，浩宇，你还记得那些任务吗？见家长、新婚之夜、投资股票，每一个都是为你量身定做的陷阱。沈浩宇想起那些高额奖励，想起自己如何一步步深陷其中，他以为自己在利用系统，实则是系统，或者说林婉在操控他。那些钱，他艰难地问，一部分是苏晴的，一部分是我父母提前准备的。林婉说，每一分都记录在案，每一笔转账都可以追溯。你以为的天降横财，其实都是为你准备的绞索。沈浩宇感到一阵窒息，他想起自己如何炫耀那些系统奖励，如何在苏晴面前装作成功人士，如何在同事面前吹嘘自己的投资眼光，全是笑话。但那些猫呢？他突然问，我杀了那些猫，是真的。那些尸体，林婉的表情冷下来，那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沈浩宇，我只是给了你任务，如何完成是你决定的。就像当年，我从未背叛你，是你自己选择相信你母亲的挑唆，选择对我动手。苏晴推着轮椅后退一步，好好享用早餐吧，沈先生，今天有新的活动，你会喜欢的。门关上了，沈浩宇独自面对寂静的病房和已经凉透的早餐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沈浩宇经历了精神病院最残酷的治疗。他被安排和其他病人一起参加各种活动，有些病人会突然攻击他，护工总是在恰好的时间赶到。他的饭菜里时常出现不明物体，夜晚总有人在他的门外徘徊，低声念着他的名字。最可怕的是，每隔几天，苏晴就会推着林婉来看他。他们从不伤害他的身体，只是聊天，聊过去，聊未来，聊他们如何精心设计每一个细节，如何看着他一步步走进陷阱。记得那个健身教练吗？有一次林婉问，他是我高中同学，我拜托他故意在你面前纠正我的动作。那个班长呢？苏晴补充，也是我们安排的。婉婉根本没喝醉，他清醒地给你发了消息，知道你一定会看到那一幕，每一个细节都被揭露，每一个巧合都是设计。沈浩宇的世界观彻底崩塌。1个月后，沈浩宇开始出现幻觉，有时他看到林婉浑身是血地站在墙角，有时看到张翠兰掐着他的脖子，有时看到自己站在婚礼上，而宾客们全是没有脸的纸人。他分不清什么是真实，什么是虚幻。一天下午，苏晴独自来到他的病房，
他没有推轮椅，林婉不在，他今天做复健，来不了。苏晴说着，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。沈浩宇警惕地看着他，别紧张。苏晴微笑，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一些婉婉不知道的事。沈浩宇没说话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配合这个计划吗？苏晴问。不等他回答就继续说，不仅仅因为婉婉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，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孩，笑容灿烂，眉眼间与苏晴有几分相似。这是我妹妹苏雨。苏晴的声音很轻。5年前她交了一个男朋友，那人和你很像，表面温柔体贴，实际上控制欲极强。他打她，折磨她，最后把她从楼顶推了下去。沈浩宇盯着照片，警方说是自杀。苏晴继续说，没有证据，就像你差点逃脱惩罚一样。我找了私家侦探，收集了所有资料，但法律拿他没办法。他收起照片，所以当婉婉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，当我找到奄奄一息的他时，我知道这是机会，不仅仅是为婉婉复仇，也是为苏雨，为所有被你们这种人伤害的女性。那个匿名电话，沈浩宇突然想到什么，是我打的。苏晴承认，我一直在调查你，跟踪你。那天听到你和你母亲的对话，知道你们要对婉婉下手，我立刻赶了过去。沈浩宇闭上眼睛，原来从一开始他就输定了。但还有一件事。苏晴站起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你母亲张翠兰，她昨晚去世了。沈浩宇猛地睁眼，突发心脏病。苏晴的语气平静，在养老院里，据说死前一直在喊你的名字，说有鬼追他。沈浩宇想起母亲脖子上的玉坠，想起他被林婉的幻觉折磨的样子，他应该感到悲伤，但奇怪的是，他只感到麻木。你自由了，沈浩宇。苏晴走到门口，回头说，从今天起，不再有人来看你，不再有特别照顾，你会像其他病人一样，在这里度过余生。门关上了，真正的折磨现在才开始。没有林婉和苏晴的定期探望，沈浩宇反而更加焦虑，他开始期待他们的到来，哪怕只是为了让时间过得快一点。他试图向医生证明自己已经恢复正常，要求重新评估他的精神状况，但每一次评估，医生都摇头。沈先生，你仍然表现出严重的妄想症状和暴力倾向。我没有，沈浩宇吼道，我很正常，是他们设计了我。医生同情地看着他，这就是典型的被害妄想。沈先生，放轻松，我们会继续治疗的。沈浩宇意识到，他已经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闭环，他越是想证明自己正常，就越是被认为不正常，越是反抗，就越是被视为病情加重。他开始写日记，记录每一天发生的事，试图保持理智。但某天醒来，他发现日记本不见了。他质问护工，护工一脸困惑，沈先生，你从来没有什么日记本啊？沈浩宇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双手，第一次真正怀疑，也许我真的疯了，时间失去了意义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沈浩宇的头发开始变白，面容苍老的远超实际年龄。偶尔他会从新闻里看到林婉和苏晴的消息，他们合开了一家帮助家暴受害者的公益机构，林婉出版了一本关于心理康复的书，苏晴获得了某个社会贡献奖。他们活得很好，越来越好，而他被困在4壁之间，与自己逐渐崩溃的理智为伴。7年后的一个秋日，沈浩宇得到了一个意外的访客，是个年轻女孩，20出头，面容陌生。沈先生，你好。女孩在会面室坐下，我叫陈小雨，是一名记者。沈浩宇警惕地看着他，我在做一个关于司法和精神健康的专题。陈小雨说，看到了你的案例，你愿意接受采访吗？沈浩宇沉默了很久，才嘶哑地问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认为你的案子有一点。陈小雨直视他的眼睛，我研究了所有公开资料，发现了一些矛盾之处。沈浩宇的心跳加快了，7年来第一次有人对他说这样的话。什么矛盾？首先，林婉女士的死亡和复活。陈小雨翻开笔记本，法医报告显示，她的身体确实遭受过严重伤害，但死亡时间与她的下葬时间对不上。而且，如果她真的被弃在墙里2年，为什么尸检结果显示她死亡时间不超过6个月？沈浩宇愣住了。还有，你母亲张翠兰的死亡证明上写着自然死亡，但我联系了那家养老院，发现她在去世前1周刚做过全面体检，心脏功能完全正常。陈小雨合上笔记本，沈先生，如果我说有人故意制造了证据，让你看起来像疯子，你相信吗？沈浩宇的呼吸变得急促，7年来的迷雾似乎开始散开，但真相是什么？谁会这么做？他问。这正是我想查清楚的。陈小雨说，也许你的妻子真的伤害了你，但也许还有第三方介入，利用你们的恩怨达到某种目的。他留下了一张名片，如果你想告诉我什么，随时联系我。陈小雨离开后，沈浩宇陷入混乱的思考，如果陈小雨说的
是真的，那么林婉和苏晴可能不是唯一的幕后黑手。但如果这是另一个陷阱呢？那天晚上，沈浩宇梦到了林婉，不是那个坐在轮椅上冷静复仇的林婉，而是他们刚认识时的他，笑容温暖，眼睛里有星星。梦中的林婉对他说：“浩宇，你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吗？”他记得，是一家小咖啡馆，他点了最便宜的美式，他点了拿铁。他们聊了3个小时，从电影聊到音乐，从童年聊到梦想。醒来时，沈浩宇脸上有泪。第二天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，他找到主治医生，平静地说：“医生，我想坦白一些事。”医生惊讶地看着他：“我杀了林婉。”沈浩宇说：“不，我差点杀了他。我和我母亲一起动手，把他打得奄奄一息。我们伪造了现场，准备处理尸体。”医生记录着，但他没有死。沈浩宇继续说：“有人救了他，然后他回来复仇，这是应得的。沈先生，你确定要承认这些吗？”医生问。“这可能会影响你的评估结果。”“我确定。”沈浩宇说。“我已经逃避太久了。”陈小雨再次来访时，沈浩宇将一切都告诉了他，从他和林婉的相识，到母亲的挑唆，到那场暴力，再到后来的一切。但有一个问题，沈浩宇最后说，如果林婉真的被我打成那样，他不可能在2年内完全康复。他的腿我亲手折断的。陈小雨若有所思，你认为有人替换了他？或者沈浩宇说出一个更可怕的想法，从一开始就不是同一个人。陈小雨离开后，沈浩宇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，无论真相是什么，他已经说出了自己的罪。这7年的折磨算是赎罪吗？他不知道。1周后，陈小雨没有如约出现。沈浩宇询问护工，护工说没有访客登记。1个月后，沈浩宇在电视上看到了陈小雨，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，身旁站着林婉和苏晴。感谢林婉女士和苏晴女士的支持，陈小雨对着镜头说，我的专题报道面具之下，家暴幸存者的重生即将出版，部分收益将捐赠给他们创立的公益机构。沈浩宇关掉了电视。原来如此，又一个陷阱，又一个测试，而他再次上当了。那天深夜，沈浩宇站在病房窗前，看着外面荒芜的庭院，月光很亮，照在铁丝网上，投下狰狞的影子。他想起林婉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，有些伤口永远不会愈合，他们只会结痂，让你误以为已经好了。也许这就是他的结局，永远困在过去的阴影里，分不清真实与虚幻，罪与罚。但奇怪的是，在绝望的最深处，沈浩宇感到一丝释然，至少在某个平行宇宙里，也许有一个不同的沈浩宇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，过着不同的生活。也许在那个宇宙里，他学会了什么是爱，什么是尊重，什么是平等。也许在那个宇宙里，林婉真的幸福。窗外的月亮静静悬挂，见证着人世间所有的悲欢离合。沈浩宇闭上眼睛，第一次真诚的祈祷，愿他安好，愿我赎罪，愿这一切终有尽头。晨光熹微时，护工发现沈浩宇躺在床上，面容平静，呼吸均匀。他的枕边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只有一行字：我认罪。窗外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